我叫未来，但我却没有未来。表面上我是漂亮乖巧的富家女，实际上我只是维护家族荣誉的工具。胡小杰自杀那天，我在算他妈能拿多少赔偿金，因为我爸说过，没价值的人死了更值钱。胡小杰死了不好啊，他要是没死的话，他妈也弄不到那么多钱，说不定学校一闹好能给个几十万呢。胡小杰死了之后，我就盯上了陈念。他那天给胡小蝶身上盖衣服，我就觉得他在多管闲事，我怎么能容忍有人在我眼皮子底下出风头？于是我就往他凳子上倒红墨水，测试陈念是否会反抗。怎料他却不像胡小蝶一样选择忍气吞声，反而是状告了老师。好在老师觉得只是一场恶作剧，并没有进行追究。在食堂排队打饭时，我看到陈念排在后面，于是我赶紧走过去向他友好的打招呼。我知道他看到过胡小蝶被欺负的样子，陈念的每一个表情都在告诉我他什么都知道。既然都知道了，就别想独善其身。放学之后，我们尾随在陈念的身后，等到了没人的地方，我命令同伙将他踹翻在地。随后我又假惺惺地将他扶了起来，如果他连这点羞辱都承受不住，还怎么陪我玩接下来的游戏？不过他刚才颤抖的样子真有趣，看来还能多折磨几次。第二天，班里根据考试成绩调换座位，我因为分数高被调到了前排，可我没想到陈念只差一点就追上我了。但别以为考得好就能翻身，他每进步一分我都会盯着，直到他像胡小蝶一样崩溃。课间休息期间，我向全班同学发送陈念母亲欠债的消息，还特意安排当事人最后一个收到。教室里瞬间炸开了锅，充满了戏谑和嘲笑的声音。看到陈念惊慌失措的样子，我的内心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快感。经过此事之后，所有同学都开始孤立陈念，我也开始变本加厉，直接用排球攻击他。帮你妈还债那么累，今天还能来打球呀？哎，有完没完？我却没想到陈念竟还敢反击，一气之下我直接将他推下楼梯。看看他现在趴在地上的样子，他永远只能是我脚下的蝼蚁。可我没想到陈念竟选择了报警，警察对我们团伙进行了审问。我解释推陈念下楼只是一个玩笑。玩笑？好，说说你们开了哪些玩笑才逼死胡小蝶？可能是压力太大了吧。就真的一点内疚都没有。谁找我呀？啊，正好让你父母来一趟，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。直到警察说要让我父母过来一趟，我才彻底慌了。如果让爸爸看到我被警察审问，他这辈子都不会再看我一眼了。但别以为叫家长就能吓住我，只不过是换个舞台继续表演罢了。可要是我爸知道我害死人，又会像上次高考失败那样彻底抛弃我。但这次我处理得多完美，他该夸我聪明了吧。最终我们3人被学校停学处理，警察找到我家里进行调查，于是我伪装成乖乖女的模样。胡小蝶的尸体还躺在殡仪馆呢，可我妈妈3句话就将她的死因归结于底层家庭心理素质差。你们这些底层警察永远拆不穿我的面具。妈妈说的精英教养就是我最好的护身符，但要是爸爸知道我被停学，恐怕这辈子都不会再理我。于是我趁机带着2名同伙围堵陈念。我妈能让胡小蝶的死变成心理素质差，也能让陈念的死变成自作自受。敢报警？你怎么不像胡小蝶一样？可惜最后还是让他给跑掉了，但我又怎会轻易放过他？去他家，我就不相信他不回去。别碰陈念。陈念身边突然多出一个保镖，我只能另寻他法。于是我安排同伙故意接近陈念，以此来让他放松警惕。等到时机成熟，我就借校外10几名小混混将陈念团团围住，随后我就狂扇他几个耳光泄愤。接着我又让同伙撕碎他的书本。陈念这种阴沟里的老鼠也配碰书本？剪掉他的头发，撕碎他的校服，他才会知道自己永远爬不出底层。只要陈念从此消失，我就能变回爸爸的完美作品。可惜我们闹的动静太大了，楼上有人丢下一个啤酒瓶，警告我们已经报警了，就差5分钟，再给我5分钟，就能让陈念变成第2个胡小蝶。但我也怕事情闹得太大，要是爸爸看到警察找上门，这辈子都不会再跟我说一个字了。于是我只好装样子，找到陈念假装道歉。实际上我是怕自己又搞砸高考，爸爸会把我当垃圾一样彻底扔掉，于是祈求陈念别毁了我最后的机会。
这种底层蝼蚁的痛苦算什么？给点钱就能买断他的眼泪，就像胡小蝶一样划算。在我心里，高考就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，是我重新获得爸爸认可的唯一途径。好在经过我一番卖力表演，陈念决定原谅我，可我还是放心不下，赶忙又追了上去。只要陈念愿意收下钱，我才能彻底安心。可没想到，当我提到只要收下钱，他妈妈再也不会因为躲债而见不得人的时候，陈念突然就怒了，直接把我推下了楼梯，我的身体不停地向下滚落。那一刻，我心里特别害怕，我不想死啊！我这才意识到，原来之前我所维护的那些虚假的优越，在死亡面前什么都不是。后来有人在建筑工地上发现了我，那天刚好是高考当天，多么讽刺！一边撕开希望，一边挖出绝望。可就算是我的尸体，都换不来爸爸一个眼神的停留。我这才明白，原来我和胡小蝶一样，都是可以被随时替换的残次品。更讽刺的是，我的死亡赔偿金或许会被爸爸用来培养下一个未来。最终，陈念因遭受长期霸凌，导致过失杀人，从轻判处有期徒刑4年。但杀死我的从来不是陈念，是那个永远考不到700分就不配活着的未来。他们爱的从来不是我，是那个永不犯错的影子。